献俾季先生同姜雨美小姐。我不是姜雨薇，我不是。我叫苏一生，从小被奶奶养大，家里穷得叮当响，可奶奶对我很好，她会把一块红薯掰成2半，大的那半永远给我。直到那一天，奶奶突然中风倒下了，病情有可能进化为阿尔兹海默症，需要一大笔钱。求你了，借我一点钱，奶奶需要手术。前男友走了，说什么要出国留学，没钱。狗男人根本靠不住。从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只能靠自己。筹钱的时候，我在一个小网站上看到一个冷门职业——替身相亲。我要做的是替那些不想被家族联姻束缚的豪门千金提供职业相亲服务，以雇主身份出席相亲场合，然后体面的婉拒男方。当然，偶尔也需要一些激烈的婉拒方式。抱歉，我们不太合适。赚的有多有少，我要2头跑。带上伪装，我又是那个为了替雇主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的替身。成功到账5万，偶尔还被主编骂得狗血淋头。这个月的报道怎么又没完成？周医生，刚刚我又缴了一笔费。成功转账5万元。主编找我们干嘛呀？就是。孩子藏，我市著名龙头企业季氏即将进行高层换届，谁能拿到季青瓷的企业管理理念的一手报道，这个月奖金翻3倍。那种高高在上的总裁，哪里是我能采访得到的？嗨，姐妹们都说你是专业的，帮我婉拒一个人，季青瓷。季青瓷？是那个季氏集团的私生子。机会来了。看来是他了，跟照片一模一样。我今晚的相亲对象季青瓷，同时也是我的采访对象。是那个季氏集团的私生子。江小姐常年在国外，怎么突然回国，还来与我相亲？像季总这么优秀的联姻对象，值得我亲自见一面。江小姐过奖了，那我就开门见山。不知江小姐对联姻的具体条件有什么要求？比起彩礼数额与家族利益，我更想了解季氏在夏市规划的绿色农园项目。江小姐的关注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季总介意的话，我们换个话题。江小姐有什么想问的，但说无妨。好，不知季总季氏的理念是？季氏的理念是让能源发展成为城市的机理，而非枷锁。季总，您看一下这个。苏一生，这是那个苏一生写的。是的，今天刚发表，我们可从未对外公开过的。是没对外公开过，但是我昨天才刚和江小姐讲了公司理念，难道……对不起，季总，关于我们两家的联姻，我需要重新考虑一下。告辞。季氏理念，青云能源。对不起，小姐。报道有了，报道
作有了，奖金就有了。江小姐，是我，今晚已经和季总见过面了，按您的意思婉拒了。做得好，首款这2天会到你账上，留意查收。好了，工作完成，苏医生，别想太多。苏医生，江雨薇，季总，您怎么了？去查一下江雨薇在国外的信息，还有昨晚跟我相亲的那个女人。季总，您昨晚不就是跟江小姐相亲吗？联系这个苏医生，就说我同意他的独家专访。是。江小姐，你究竟是谁？姐，主编让我通知你，季氏的专访谈下来了。他们不是不接受专访吗？季总助理刚来的电话，季总说只接受你的专访，主编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让你一定准时。约了10点钟，还有1小时。快，要迟到了。季总，记者到了。进。季总您好，我是都市日报记者李月。苏医生记者今天临时有重要外采任务，主编安排我来完成这次专访。怎么是你？季总您放心，苏姐有临时境况，只好交代我来了。不过您放心，我准备了详细的采访提纲。王小姐的要求我明白了，很遗憾我们没有缘分，但尊重你的决定。谢谢您的理解，祝您早日找到合适的联姻对象。苏小姐，您的账单已拖欠3天，请尽快补交尾款，否则疗程将滞后。尾款马上补，再宽限几天，求您了。王小姐，任务完成，季家还在缠着我，赶紧帮我推了，酬劳加倍。This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 than a honey and bitter as a gold. Love is a task and it never will pull, sweet than a honey. 姐，今天白跑了一趟，季总拒绝让我采访，他说必须你去。能拼个桌吗？请便。江小姐常来这家店，我上周也在这儿见过你。是吗？我不记得了。可能是我认错了。季总经常来这儿？偶尔，不过今天运气很好，遇到了想遇见的。季总，我以为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于联姻，确实说清楚了。江小姐，下周6有个画展，纪氏艺术基金会办的，我能邀请你一起去吗？季青瓷，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朋友间的艺术交流。我考虑一下。那我等你的答复。苏医生，纪实艺术基金会下周有个画展，主展画家陈默是业界新星，你负责做个深度专访。江家那边到哪一步了？还在谈。董事会那帮老家伙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说你不能担起大任。你知道我把你扶到副总裁的位置上费了多少力气？知道。知道就赶紧娶了江雨薇。江氏的资源就是我们的，董事会那些质疑声自然就消了。下个月董事会之前，我要看到你们的订婚消息。既是这个系列报道，谁有突破性思路，别再做那些表面文章。季氏现在最大的痛点不是业务，是接班人的信任危机。季青瓷作为私生子被接回季家，12年爬到副总裁位置，董事会仍有4名元老公开反对他，他的危机感就是我们最好的切入点。这种豪门内幕，我们怎么可能拿到？季青瓷下周3会出席未来城市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你怎么知道？记者有自己的消息渠道。总之，我的建议是以继承者焦虑与新能源布局为双主线，在论坛上正面提问，同时通过私人渠道接触他的核心圈层。2周内，我可以交出3篇深度稿，1篇人物特写，1篇产业分析，1篇董事会权力博弈的内幕。他难道有渠道？他真有信心？是啊，是啊。好，这件事情办好了，月度奖金翻倍。年度奖金翻倍，这个系列你主笔，若是能成功，财经整个板块以后由你负责。这个季青瓷怎么办呀？是啊，是啊。苏医生，你也太赶了，万一季青瓷根本不搭理我们呢？他会搭理，因为他比我们更需要在媒体上塑造正统继承人的形象。这不是我们求他，是互相需要。说的跟真的一样。再看陈老师的话。你换衣服了。听说陈老师为了这幅《雪夜孤舟》在长白山住了3个月。你知道的真多。艺术家的创作故事往往比作品本身更有价值。季总不介意的话，为我引荐一下。陈老师，这位是江雨薇小姐，江氏集团的千金，也是您的忠实仰慕者。江小姐对这幅画有兴趣？不只是兴趣，我在想，您用这种近乎残酷的灰蓝色调，是想表达孤独，还是表达孤独中的倔强？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一层。大多数人都说这画太压抑，因为真正经历过孤独的人会明白，孤独不是妥协，是选择。我听说您下一站要去巴黎办展，这个系列会延续吗？这是……我听说您下一站要去巴黎办展，这个系列会延续吗？这是录音机。比起彩礼数额与家族利益，我更想了解季氏在夏氏规划的绿色能源项目。有点意思。江小姐在这方面懂得真多，我很久没遇到这么懂画的人了。不如这样，我们互换一个联系方式吧。陈老师，不好意思，那边有几位朋友需要微微过去打个招呼。那江小姐，我们改天再聊。当然，预祝您巴黎展览成功。雪夜孤舟的理念来自于长白山上的，还差几个问题没有答案，不过还好，足够一篇深度访谈稿了。采访顺利吗？记者小姐。
采访顺利吗？记者小姐。季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紧张什么？我只是觉得江小姐刚才和陈老师聊得那么专业，不像单纯的收藏家，倒像做过功课的业内人士。季总说笑了，我只是比较认真。是吗？那这里怎么有耳机的印子？江小姐参加画展还需要随时记录吗？被你发现了，其实是父亲让我考察国内艺术市场，准备做份投资报告，又怕直接问太冒昧，才想着多听多记。那江小姐的报告，如果需要数据支持，纪实艺术基金可以提供。谢谢季总。不客气，毕竟我们都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不是吗？谢谢季总。那小心。 What is the use in Peter's fire? What is a maid I send desire? The word 疼吗？ was on. 不疼。 A rose will bloom. 下次穿低跟。 It will fade. 生生，过来坐。今天天冷，你怎么穿这么少？奶奶，我不冷。你是谁？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放我出去！奶奶，我是生生。奶奶，放这些骗子，放开我！你们这些骗子！小姐，您先出去一下，让老人家冷静冷静。小姐，主任让您去一趟。你奶奶的肺部出现新感染，必须升级抗生素，加上靶向药，这个月费用至少要15万。而且，实话实说，以她现在的状况，常规治疗只能拖延时间。如果经济允许，我建议考虑国外那种免疫细胞疗法。多少钱？一个疗程50万，需要至少3个疗程，
而且要去私立医院，我们这里做不了。好，我会尽快筹钱。现在立刻来报社一趟。是，王总您放心，那篇新能源负面报道我们立刻撤下来。对，技师那边我们也打好招呼了。看看你写的深度报道，通篇都在质疑技师的技术路线，谁让你这么写的？我写的都是事实。技师那套储能方案在极端气候下的数据确实不透明。我问过3位专家，我不需要事实，我需要的是能拉来广告的报道。苏医生，你真以为自己是无冕之王了？我告诉你，没有报社这个平台，你什么都不是。所以主编的意思是让我虚假吹捧？我的意思是认清自己的位置。你一个外地来的，没背景没人脉，能让你负责技师这个案子，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乖乖按我的要求改稿子。主编，如果我没记错，技师这个案子是我自己谈下来的资源，未来城市论坛的邀请函是我的人脉，就连画展的专访机会也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如果您对我的工作不满意，我可以带着这个系列去别的媒体，相信财经周刊或商业观察会很感兴趣。苏医生，你太天真了。你找人跟踪我？这不怪我，毕竟我也很好奇，苏记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到底是什么。你说，如果你被曝光是这么套取商业消息的，还有哪家正规媒体敢要你？您想怎么样？简单。第一，记事的报道按我的要求重写。第二，下个月报社高层改选，我需要一篇能拉拢王董的正面报道。关于他儿子那个烂尾的房地产项目，你知道该怎么写？好，这就对了，出去吧。明天下午3点，要不要见面？奶奶的病需要钱，很多钱，还被主编捏住了我的把柄，职业生涯悬于一线。而季青瓷是我手里唯一一张能改变这一切的牌。好，3点见。确认了，江雨薇近1年没有回国记录，而他名下银行卡近2个月有一笔大额支出，打款给了苏医生。苏医生24岁，父母在他3岁时离婚，各自再婚后都不愿意抚养他，是奶奶靠捡废品和做手工把他拉扯大。父母在他3岁时离婚，各自再婚后都不愿意抚养他，是奶奶靠捡废品和做手工把他拉扯大。他大学毕业后进报社，3年前奶奶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加肺癌，他开始接职业替身的私活。原来如此，我们都是没有退路的人。
在命运的棋盘上，我们都是棋子，却都妄想成为棋手。那边的调查到此为止，即所有痕迹清理干净。那联姻的事儿，联姻继续。和这位江雨薇。季总，恕我直言，真正的江小姐虽然任性了些，但毕竟是真千金。这位苏小姐毕竟是个冒牌货。正因如此，才会珍惜我给的一切。而且他是记者，这一点对我很有用。记者，我需要正面的媒体曝光。一个记者妻子能帮我掌控舆论风向，而且一个同样懂得在夹缝中生存，同样会抓住一切机会往上爬的人，我将会把他变成我最忠诚的盟友。而且他照顾奶奶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生病时，我也曾这样守在床边。季青瓷，这是我最后的机会。苏医生，让我们互相成全。季青瓷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机会，不是以苏医生的身份，而是以江雨薇。这场戏我必须演到最后一幕。今天很漂亮。季总每次见面都要夸一遍吗？实话实说而已。谢谢。你好像总能在细节上给人惊喜。比如第一次见面不问彩礼问能人，比如在画展上能和陈默聊到他的创作内核。江小姐，你真的很特别。季总约我不只是为了喝咖啡夸人吧？不能只是因为我想见你。季青瓷，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请说。关于联姻的事。我记得上次江小姐明确拒绝了。人是会变的。我回国这段时间见了很多人，也想了很多。与其被家族安排去相亲，不如自己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所以你觉得我最合适？所以你觉得我最合适？你聪明，有野心，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不是吗？江小姐这话让我受宠若惊，但我想知道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毕竟以江家的条件，你可以有更多选择。因为我累了。季总应该明白，在豪门圈子里，每个人戴着面具生活。我装累了，想找个至少可以暂时摘下面具的地方。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聊艺术，聊商业，甚至聊那些别人觉得不该是千金小姐关心的话题。这种自由比任何联姻条件都珍贵。如果我答应，江小姐想要什么？第一，我需要尊重，即使在联姻中，我也希望我们是平等的合作伙伴。第二，我希望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事业。第三，如果可能，我希望这段婚姻至少能有一些真实的东西。江雨薇，你总是能说出让我意外的话。好，我答应。上车吧，未婚妻。现在去哪儿？既然要订婚，总得先见见家长。现在会不会太快了？放心，有我在。第一步，承认。
这位就是江小姐。我爸呢？江小姐上门突然，而你爸临时有事。不过他知道江小姐来，特意让厨师做了几道新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胃口。谢谢伯母。那就吃饭吧。听说江小姐是在洛桑读的艺术管理。听说江小姐是在洛桑读的艺术管理。是的，伯母，我侄女前年也去了洛桑读书。她说那边冬天冷得厉害，宿舍暖气总是不足。苏小姐当时住宿舍还是……吃饭就吃饭，哪来这么多问题？伯母，父亲怕我受苦，提前购置的。不过国外的暖气确实不如国内，我那时常去图书馆，那里暖和。果然没让我失望，我就需要这样的季太太。是啊，图书馆，江小姐这件大衣颜色很衬你，是哪个品牌的新款？我还没见过这个款式。不是什么名牌。微微对穿着不太讲究，她觉得舒服最重要，这一点倒是跟我很像。这是我去年在苏黎世一家老裁缝店定制的。我偏爱这种有故事的物迹，并过橱窗里千篇一律的流行款。还好我早有准备。难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少会去这种地方定制衣服了。青子，你这未婚妻品味很特别。听说新能源那个项目董事会又有异议，王董昨天还给我打电话，说担心你经验不足。母亲，饭桌上不谈公事。怎么，在自己家还不能问问了？江小姐，你父亲在海外投资那么成功，一定教过你做大事的人最忌讳什么？父亲常说，做大事的人最忌讳被短视者左右。就像下棋，如果每走一步都要向围观的人解释，那这盘棋永远下不完。而且，真正有远见的合作者，不会在项目刚起步时就质疑领红者的能力，而是会先看航向是否正确，再看舵手是否坚定。江小姐果然不愧是江家的女儿。看来之前调查没错，季青瓷和他的继母感情确实不太好，更像竞争对手。你母亲好像很关心你的工作。是啊，很关心。她一直希望我父亲把更多业务交给他侄子打理。哦，原来如此。不过好像很喜欢那家裁缝店。你应对得很好，比我预想的还要好。毕竟是江家的女儿，总不能丢脸。所以你是怎么做到的？谢谢。谢什么？谢谢你刚才站在我这边。下周末有空吗？带你去个地方。什么地方？需要你帮我做一次艺术投资顾问。有报酬吗？当然，季氏从不亏待合作伙伴。好。微微，早点休息。季青瓷，如果你知道真相，还会这么对我吗？看看第3件。木质纹理自然，包浆温润，榫卯结构应该是原装，但边缘有一处细微修补痕迹，可能是清末明初时修复的。估价多少？如果修补不影响整体品畅，市场价在120万到150万之间，但如果是顶级藏家专场，200万以内都值得。好，听你的。拍卖开始，清中期山水画起拍价50万、60万 ，sold。Sold! Sold! 160万是心理临界点，超过这个数，溢价太高。
165万。165万2次，还有人要出价吗？成交，恭喜季先生。刚才的判断很准，这是顾问费，这太多了，值得。而且，你不是说江氏最近在考察国内的艺术基金项目？是，父亲有这个意向。这笔钱就当是季氏艺术基金给未来合作伙伴的一点诚意。因为我相信你的眼光，也相信我们会有更长远的合作。季总，下一场会议10分钟后开始。我让人送你回去。这是云顶酒店的 VIP 卡，顶楼有温泉和理疗。最近看你气色不太好，去放松一下。谢谢。微微，对自己好一点，你值得。苏小姐，您奶奶今天的免疫疗法很顺利，医生说各项指标都在好转。主任，我筹到了一笔治疗费，明天就去办理后续疗程的预缴手续。对，用最好的方案。什么事儿？关于季氏新能源系列报道的策划案，3篇深度稿件，人物特写、产业分析、资本博弈。你打算怎么拿到这些材料？当然是作为记者，我有我自己的渠道。苏医生，别太得意。主编，我调查过你前不久才收的50万的咨询费，汇款方是永昌地产刘总的太太。您猜，如果我把这个信息和永昌地产最近的债务危机一起放到财经版头条，当然，我不是在威胁您，这是季氏新能源论坛的独家报道授权书。如果这个系列做得好，是您今年最大的业绩，而我只需要财经板块负责人的位置和独立工作权。苏医生，你比我想象的更厉害。感谢各位参与本次新能源峰会，祝大家晚宴愉快。没想到这位小姐对新能源也有研究。谈不上研究，只是父亲常教导，看一个行业要看趋势，看一个企业要看价值创造。季氏在这个领域的布局，至少解决了3个核心痛点。第一，环境生态的好坏是作为一座城市是否迈入新发展时代的重要标准。摆脱传统重工业污染降低的同时，还有先进的。总是能说到点子上。你怎么出来了？看你一个人站在这儿，累了吗？不累，只是有点不真实。什么不真实啊？这一切，如果我说，对我来说，这一切里最真实的就是你呢？
可愿闪光跳支舞？对不起。别紧张，跟着我的节奏。脚步慢半拍。我真的不太会。你可以放心把你交给我，交给舞蹈。对不起，我不用道歉。生生，真的是你，生生，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们认识？他为什么叫你生生？是我的小名，这是我以前的朋友程彦白。这位季先生，幸会，我是程彦白，生生的老朋友，是老朋友，我们大学时一起做过课题。你好，程先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我也没想到，生生，你变化很大，我差点没认出来。人总是会变的。青瓷，能帮我拿杯热饮吗？有点冷。桂圆红枣茶。嗯。生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在这里？那个季青瓷。程彦白，我现在叫江雨薇，季青瓷是我未婚夫。未婚夫？你什么时候订婚的？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程彦白，我们5年没见了，这5年发生了很多事。程先生。程先生好像对我的未婚妻很关心。毕竟认识多年，关心是应该的。不过现在微微有我照顾。季总，他从小就独立要强，最讨厌别人替他做主，你说对吧，江小姐？青瓷，我有点累了，能送我回去吗？好。程先生，失陪，希望下次见面是在更正式的场合。
程彦白是我大学学长，我们很久没联系了。你生气了？没有，只是觉得程先生好像很了解你，连你小时候独立要强都知道。大学时一起做过课题，所以聊过一些家里的事。雨薇，你对我有多少是真话？我希望听到的答案是，无论你对我隐瞒了什么，至少站在我身边的这个人是真的。季星辞，我没事，不用解释。下周我要去欧洲出差，大概1周。这么突然？德国那边的合作方临时安排谈判，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也离程彦白远一点。我希望听到的答案是，无论你对我隐瞒了什么，至少站在我身边的这个人是真的。他到底什么意思？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也离程彦白远一点。季星辞，你真是疯了。不管你看不看得上季青辞，你都得回去见一见。反正你的信用卡我已经停掉了。江小姐，您的橙汁。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帮您处理。这是今年最新的秀款，让你们公司来处理，原价赔付吧。这位小姐，这件衣服是全新的，如果不介意，请先换上应急。谢谢。空姐工作不易，还请小姐体谅。季总，董事会汇报会安排在明天下午3点。资料都带齐了。是的。另外，给太太的礼物已经重新准备了，会直接送到她公寓。季总，是他。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谈判顺利，就改签了航班。再煮面。不知道你要回来。就吃这个。本来给你带了件衬衫，结果在飞机上出了点小意外，
这是重新准备的。这太贵重了，配你上次那件月白色裙子。刚好。喜欢吗？喜欢。微微，我有点想你。爸爸，我见过那个季青瓷了，在飞机上，跟照片上不太一样，真人更有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帮您处理。这是今年最新的秀款，让你们公司来处理，原价赔付吧。这。我改变主意了，我想跟他接触试试。司机，5分钟后来酒店门口接我，去季氏集团大厦。季青瓷，我亲自来了，这次你跑不掉。下午3点有时间吗？要不要来接我下班？季氏大厦，开快点！江小姐，这个时间点有点堵，不过我们走的是 VIP 通道预留路线，应该会比预计快。很好。这么慢？前面好像有临时交通灌制，可能是有车队经过。金融中心站到了，请前往季氏集团环球金融中心的乘客在此站下车。你好，我找季青瓷季总，有预约。是江小姐吗？季总交代过了，请您直接乘她的专属电梯上楼，顶层办公室。稍后再说。来了，比我想的还快一点。季太太，我预约了一家味道不错的餐厅，可否赏脸和我同去？我找季青瓷，告诉他江雨薇来访。抱歉，江小姐，季总正在会客，暂时不便打扰。您有预约吗？会客？什么客人？抱歉，这属于季总的私人行程，我们不方便透露。
什么情况？他有女朋友？那他还相什么亲？耍我玩儿？什么情况？他有女朋友？那他还相什么亲？耍我玩儿？是他，那个收钱替我相亲的替身，他怎么会在季青瓷身边？江小姐，这么巧，你谁啊？给本小姐让开！我叫程阳白，或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聊聊。关于你刚刚看到的，我想我有些信息你会感兴趣。程彦白，没听过。程家？哪个程家？江小姐快人快语，程家如今根基并不深，但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盟友。哦，你想当我的盟友？凭什么？就凭我知道，现在站在季青瓷身边那位，真名叫苏逸生，24岁，一个职业相亲替身。而你，江小姐，正是他的雇主之一。他收了你的钱，替你去见季青瓷，任务是婉拒。但现在看来，任务不仅失败了，他还鸠占鹊巢，演得连自己都快信了。你调查得很清楚，所以呢，你想告诉我季青瓷被一个冒牌货骗了？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不，季青瓷肯定知道。什么？以季青瓷的手段，他不可能查不到苏逸生的底细。他知道他是替身，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目的，但他依然选择将他留在身边。为什么？一个冒牌货对他有什么价值？我想，一个无依无靠、有把柄在他手中的记者，完全可以成为他手里最听话的舆论工具。程先生，你说这么多，无非是想拉我下水对付季青瓷。可我为什么要帮你？揭穿那个冒牌货，让季青瓷丢脸，我或许还有机会和季氏联姻，但跟你合作，我能得到什么？第一，揭穿苏逸生，季青瓷固然丢脸，但他完全可以反咬一口，说你花钱雇人欺骗他，到时候谁更难看？第二，跟我合作，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不想看到他们在一起。第三，程家是不如季氏，但我们在海外和某些特定领域有季氏没有的资源，比如江氏一直想进入的北欧新能源市场，程家可以牵线搭桥。你想怎么合作？很简单，暂时不要打草惊蛇，我们需要更多证据。你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季青瓷吧？你对那个苏逸生……她是我的学妹，我只是不希望她在这场危险的游戏里陷得太深，最后被人弃如敝狱。好，我同意合作。江小姐，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季总好福气啊！未婚妻不仅人美，听说对新能源的见解也很独到。微微确实比我想象中懂得更多。赵总过奖了，只是平时听请词聊得多，耳濡目染罢了。那我考考江小姐，季氏在沿海城市的那个储能项目，你觉得最大的风险点在哪里？不是技术，也不是资金，是地方利益协调。沿海的旅游和渔业生态敏感，储能站的选址和后期维护需要平衡企业效益与民生。
技术是根本，但落地才是关键。处理不好，再好的技术也会在落地时受阻。说得好，季总，你这个未婚妻不简单啊。他总是能抓住核心。刚才回答得很好，比我们项目组几个副总想的还透彻。赵总很满意。真的，不是客套话。我从不在这方面说客套话。你是怎么想到地方利益协调这一点的？我之前看过一些类似项目的失败案例，技术领先不代表能落地，人心才是最难计算的变量。你有时成熟的不像这个年纪的人。江家的女儿，总不能只会逛街喝茶吧？冷吗？不冷。今天谢谢你，赵总是个关键人物，你的表现帮了大忙。应该的。走吧，未婚妻，带你去个地方。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让助理提前买的，累了一天，需要点糖分。你常来这里？压力大的时候，看着这些灯光，会觉得自己没那么渺小，也没那么重要。你也会觉得压力大？当然，有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就像在走钢丝，不能停，也不能回头。但你走得很好。
因为我没有退路。小时候，母亲生病，我跪在季家大门外求他们救人。那天雨很大，我在雨里跪了6个小时。最后是管家实在看不下去，偷偷给了我一点钱。你母亲？她去世了，在我被接回季家的前1年，所以后来父亲接我回去，我不是感恩，而是觉得这是我应得的补偿。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怜悯和等待没有用。想要什么，得自己去争，去抢，哪怕不择手段。我明白。你明白？明白没有退路是什么感觉？明白想要抓住什么，就得付出代价。微微，我有时候真的分不清，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到底是谁。我有时候真的分不清，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到底是谁。什么意思？没什么，可能是今晚太累了。走吧，送你回去。不上车吗？想告诉他什么？告诉他我是苏医生，是个骗子。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假的。苏姐，这是你要的季氏新能源项目第3季度财报分析，还有竞争对手对比数据。谢谢。下午的选题会材料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苏姐，你脸色不太好，要不要休息一下？没事儿，昨晚没睡好。这里的灯光没有那晚的好看。还行，想你了。苏姐，笑什么呢？谈恋爱了？别瞎说，准备开会了。
苏小姐，您奶奶今天的指标很稳定，新疗法效果不错。谢谢。奶奶，我好像做错了一件事。我本来只想拿到钱治好您的病，可是现在我分不清自己是谁了。有时候穿着那些昂贵的衣服，对着他说那些江雨温该说的话，我会恍惚觉得那就是我。在外面处理一点事情。这么晚了还在外面？最近比较忙。辛苦你了。有没有话想对我说？路上注意安全。好。对了，我让人送了点东西到你公寓，记得签收。什么东西？回去就知道了，早点休息，别太累。你也是。苏医生，你完了！你真的完了！诚邀我的未婚妻于下周一参加祭祀慈善晚宴。我相信这件衣服你穿上一定会惊艳全场。雨が過ぎて幕は青を映した如果一つになった小さく揺れた我只是苏医生，还能穿上它站在你身边吗？说吧，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想让我做什么？你只需要尽快行动就好。事成之后，我家族的资源会加倍倾斜给你。你想在慈善晚宴上动手？我可没有这样说哦。那是季氏主办的活动，媒体云集，季家所有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到场。我要在所有人面前揭开苏医生的真面目，到时候我看季青瓷怎么保他。风险很大，季青瓷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更充分的证据。你不是说他奶奶在住院吗？这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想从老人身上下手？我只是要真相而已。程建白，别告诉我你现在心软了。别忘了，你接近他不也是为了利用他对付季青瓷？我会安排人去医院调查，拿到病历和缴费记录。不过什么？他只是被迫卷入这场游戏，他是无辜的。无辜？他抢了我的身份，抢了我的未婚夫，你还说他无辜？我们的目的是季青瓷，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这是什么？简单来说，季青瓷只是季家的一个私生子。很好。季青瓷，新能源项目的2期资金迟迟批不下来，你到底在等什么？资金不是问题，问题是技术路线需要再验证。你应该清楚，上次的储能方案在极端环境测试中出现了数据偏差。数据偏差？我看是你故意拖延。季青瓷，这个项目当初是我亲自点头的。正因为是您点头的，我才更要谨慎。如果项目失败，损失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声誉，是整个季氏在新能源领域的公信力。你的意思是，我现在不足以承担季氏的决策？新能源项目的技术报告，我会在下周提交。季总，这个项目，我就想看看他凭自己能走到几时。准备好了吗？如果我说没有呢？那就等你准备好。对了，以后造型师换一个，这个我不喜欢，回头我给你安排个女造型师。小醋精，走吧。你等我一下，我换件衣服。这套好看。别紧张。这边请。感谢各位今晚的到来。季氏慈善基金会成立至今，季氏将不仅追求商业价值，更致力于创造社会价值。接下来我要向大家展示的云溪村生态旅游项目，就是我们新理念的首次实践。啊！那是谁？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不是季太太吗？收了钱？苏小姐，这是真的吗？你是在骗婚吗？
看来今天的演示出了点技术问题呢。不过比起 PPT， 我更好奇另一件事。季总刚才说，季氏将致力于创造真实的价值。那么我想请问，一个连婚姻都可以是虚假表演的人，他口中的真实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如果连枕边人的身份都可以弄错，季总对项目和投资的判断力又怎么能让各位股东和投资人放心呢？青瓷，这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情况？苏一生，那不是财经版的记者吗？季青瓷的未婚妻是个记者冒充的，这戏可好看了。要么你来拥抱我，要么就地摧毁我，爱或死亡会令我变成花朵，像风一样窥视我，或将我推入漩涡。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未婚妻就站在这里，你所说的虚假表演，恐怕是你误会了。抱歉，忘记做自我介绍了，我叫江雨薇，江氏集团的江。而各位面前的这位苏小姐，顶替了我的身份，妄图欺骗季总，成为季氏集团继承人的未婚妻。各位，我是苏一生，都市日报财经版记者。江小姐说的是真实的。但我是真的很爱季青瓷，没有掺杂其他的情感。苏记者，但你不觉得这恰恰更可怕吗？从相亲对象到专访记者，再到主动提出联姻的江家千金，苏医生，你这身份转换的丝滑程度，连最优秀的演员都自愧不如。各位都是商界精英，想必明白一个道理：当一个人可以为了钱扮演名媛，为了新闻接近采访对象，那么他口中所谓的真爱，究竟有多少可信度？更让我担忧的是，如果季氏未来的女主人是一个懂得利用一切机会向上爬的职业替身，那么季氏的机密信息、战略布局，在他眼里又是什么？苏记者，我理解你想要改变命运的心情。出身平凡不是错，但错的是你把人生的捷径建立在对他人信任的践踏之上。我想季总应该知道该如何取舍吧。看看你干的好事！季氏继承人的未婚妻是个骗子，私生子包庇冒牌货，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我会处理。处理？你怎么处理？董事会已经炸了，他们要求立刻罢免你的副总裁职位。副总裁职位，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立刻和那个苏伊斯断绝关系，召开记者会澄清一切都是他的阴谋，你也是受害者；第二，下个月和江雨薇订婚，用江氏的资源稳住董事会。如果我说不呢？季青瓷，你别忘了，你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是因为我给了你姓季的资格。我既然能给，也能收回。生生，你在哪里？安全吗？在家。别出门，
记者把你们报社和公寓都围了，需要我过来吗？不用。他回来了，我先挂了。季青瓷，我可以和你一起面对，我们可以开记者会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怎么收钱冒充别人，解释我怎么愚蠢到被一个替身骗了。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真心相爱的，那些都不重要。相爱？苏医生，你一个小记者，一个职业替身，你能帮我什么？帮我应付董事会，帮我挽回股价，还是帮我安抚江家？所以，你从来没有对我有过感情。那些在海边的话，那些说想我的话都是假的。这重要吗？这很重要。季青瓷，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哪怕一刻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而不是江雨薇这个身份？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知道这场交易该怎么进行。交易，你……没错，交易。我给你钱和资源，你扮演完美的未婚妻，我们各取所需。但现在，你把一切都搞砸了。所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天亮之前走，你奶奶还能继续在医院治疗。不然怎么样？季青瓷，你要对我奶奶下手吗？随你怎么想，记住，天亮之前。旅客朋友们，前往新村的车即将启动了。我离开一段时间，奶奶拜托你照看，钱我会还你的。注意安全，随时联系。再见，季青瓷。季青瓷，因为你的私人问题，公司损失超过20亿，你还有什么话说？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承担责任？你承担得起吗？不如这样，派他去云溪村。云溪村？公司一直想开发那边的生态旅游，但当地村民抗拒开发，
前任负责人去了3个月，一无所获。如果你能啃下这块硬骨头，那这次的事件也能给董事会一个说法。好，我去。给我3个月，如果拿不下云溪村项目，我主动辞职。又是城里来的，拍几张照片就走人。大家好，我是记者苏一生，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李叔，一点心意，您尝尝。不用不用，我们这穷乡僻壤的，没啥好采访的。我不是来采访的，就是想住下来好好了解咱们村。有啥好了解的？你们城里人待不住3天。你一个小姑娘怎么想到来我们这儿？我想把咱们村的好风景、好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有啥故事哟？穷故事。可我觉得这里的人特别好，比如您教我摘菜，还留我吃饭。你那个黑疙瘩不拍照，您这招马后炮真绝。你还会看棋？我爷爷以前也爱下棋，我小时候总在旁边看。你抱孩子真有一手。我奶奶教我的，她以前总说小孩子最知道谁真心对她好。你奶奶一定很疼你。她现在病了，所以我要努力工作给她治病。哎呀，出血了，快！没事没事，您继续编，我刚才那个角度没拍好。萱萱姐姐，你看我画的房子，真好看。这是你家吗？我还画了你，你住在我家旁边好不好？好，姐姐就住在村里。小苏，你来了半个月了，村里人都说你不错。是大家照顾我。那个，上次你说帮我们找销路的事儿，真的能行？我已经联系了几个电商平台，他们看了我拍的照片，很感兴趣。下周可能有人来考察。好啊！天热，喝口茶。谢谢李叔，真解渴。你那个拍的我们村的照片，能不能给我一张？我想寄给在外打工的儿子看看。当然可以，我洗好了给您送过去。小苏，晚上来家吃饭。萱萱姐姐，看我编的抓蟒，真像，你太厉害了。你看的小医生，抓蟒。找谁啊？我是季氏集团派来的，想谈谈村里的旅游开发。又是来拆我们房子的，滚！上次来那个人说要建什么度假村，要把后山竹林全砍了。对，我们祖祖辈辈靠那片竹林吃饭，你们这些城里人就知道赚钱。我不是来砍竹子的，我们可以谈谈保护性开发。不谈，赶紧走。先听我。李叔，古茶树申报有回复了。哎呀，这可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想到啊？就是啊。听说今天村口来人又是来搞开发的，唉，
我们这穷村子有什么好开发的？嫂子，其实如果方法得当，开发旅游是好事，能让大家多份收入。难啊！上次来那个人开口就要砍竹子，谁敢信他？以后啊，谁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呢？他怎么在外面？这手艺啊，传了3代了，但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嫌赚不到钱。如果把这些手艺和旅游结合起来呢？比如让游客体验竹编，做好的作品可以买走。这个主意好，但是谁会来我们这山沟沟啊？你怎么又来了？苏小姐，你们认识？合作过，算是故人。对，故人。哈哈哈哈哈！原来你们早就认识，能在这儿遇上，也算一种缘分。是啊，医生。季总不要叫得这么亲密，免得误会。你来是有什么事儿吗？村主任，这是新的开发方案，不砍一棵竹子，不动1寸耕地。你说真的？我看过村里的地形和资源，我们可以做生态民宿。竹林徒步，竹编体验，茶园观光，所有项目都以村民为主体，公司只提供设计和营销支持。资金呢？改造民宿需要钱，村民拿不出来。公司提供无息贷款，从后续盈利中分期偿还。这能行吗？李村主任，给我1个月时间，我先改造3户样板民宿，如果大家不满意，我立刻走人。行，那就试试。老陈家、刘寡妇家，还有村口李奶奶的老屋，你先看看咋改。叶叔，素材差不多了，我先回去整理。
游客来了乱扔垃圾，坏了我们山泉水怎么办？这里会设生态厕所和分类垃圾站。我们还计划成立村民环保队，工资从项目收益里出。那万一赚不到钱呢？前期投入和风险由公司承担，这是对赌协议。如果3年内村民平均收入达不到现在的1.5倍，公司补贴差额。白纸黑字，具有法律效力。小季啊，你为啥这么坚持？这项目对你公司来说不算大吧？以前我觉得商业就是计算和征服，但在这里，我看到李奶奶用一双草鞋表达感谢。看到孩子们因为一本旧书高兴半天，这让我觉得有些价值比报表上的数字更重要。我想试试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既留住这些，又让大家过得更好。听村主任说，你今天帮村民干活，把胳膊擦伤了。没事儿，小伤。王大夫给的，说擦这个不留疤。谢谢。不用。这里的空气很清新。这竹子好绿呀。这里跟我标记的一样。有人吗？小苏，生生，回来吃饭啦？没回来吗？没呢，下午说出门去了，这个点还没消息，电话也打不通。出什么事了？苏记者好像在后山走丢了，大伙正找呢。苏医生失踪了。哎，小季，那边危险！有人吗？
伤到哪里了？能动吗？脚崴了。忍着点儿，必须马上回去。上来。不用，我自己。你想让伤势更重，还是想让全村人继续在山里冻一夜？上来！苏医生，我后悔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下午看见你问李奶奶泉眼的事儿，村民只在外面找，我猜你可能走得太深。谢谢。那天晚上在公寓门口说的话不是真的。董事会和江家的压力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当时情况太乱，我父亲的手段我知道，只有让你彻底离开那个漩涡中心，离开我身边，你和你奶奶才能暂时安全。那些伤人的话，是我能想到最快让你死心离开的方法。所以你就选择用最残忍的方式推开我。季青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因为我害怕。生生，我习惯了算计和权衡，习惯了把所有人事物都放在利弊的天平上。可你是我人生计划里唯一的意外，是唯一让我感到失控和害怕失去的变量。我当时真的慌了，只能用最蠢最伤人的方式，以为那样就能保护你。来云溪村这些天，做了这么多事情，不仅是公司的任务，而是我也想靠近你一些，想看看没有季青瓷未婚妻头衔的苏逸深过得怎么样，也想让你看看脱去季家副总裁外壳的季青瓷是个什么样的人。这里的日子很慢，很简单，学着做以前永远不会做的事，帮李奶奶推车，跟老木匠学手艺，甚至想给你做顿饭，虽然做得很难吃，但这些让我觉得我好像又重新活过来一点，像个人，而不是一台算计的机器。我不求你立刻原谅我，但至少给我一个机会，不是作为季青瓷，而是作为一个在努力学怎么去爱、怎么去承担的普通人，重新认识你，可以吗？先把路走稳，季总。手电照左边，那里路平。大夫说，睡前要再冷敷20分钟，别嫌麻烦。天凉，先暖暖身子，酒精度不高，不碍事。谢谢。你的胳膊还疼吗？疼了，好这样。在山里说的话都是真的。哪句？每一句。总想护着你。行。季青瓷，我怎么知道这不是另一种交易？
云生，现在我站在这里，不是谁的棋子，不是为了任何事，只是季青瓷，只想告诉你我对你的心意，没有附加，没有谎言，只有我自己。季青瓷，我怕这又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戏，醒来之后还是只有我一个人。我知道，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明的机会，用我往后的每一天来证明？云生，对不起，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云生， 나의 두 눈을 감으면 떠오르는 그 눈동자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서 잊혀지길 바랬어 生生， 꿈이라면 이제 깨어났으면 제발 정말 네가 나의 운명인 걸까 青瓷， 넌 falling you 운명처럼 너를 falling 또 나를 부르네 calling 小季啊，我这破屋子从来没这么亮堂过，还给我留了专门晒笋干的竹箭位置。奶奶，这是您自己的房子，当然要按您习惯的来。老陈家、刘寡妇家也都改好了，都是按他们自己的意思改的，没动一棵老树，没占一分耕地。我家那空房是不是也能改？我媳妇儿做的腌笋可好吃了，游客能买不？这做这点腊肠和个人的腌笋却要斤重些。乡亲们，经过村委会和村民代表验收，季青瓷同志带来的改造方案完全合格，甚至超出预期。按照协议，云溪生态旅游项目正式启动。生生，我们做到了。你做到了。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抱抱。生生，好久不见。季总，巧啊。程先生，有何贵干？没什么，只是来正式启动云溪度假区项目。市里刚批下来的省市重点开发项目，第一期工程就是清理后山部分老竹林，修建观光缆车和山顶酒店。什么？砍竹子？不行！这是有正规批文的，市规划局、林业局都盖了章的。后山那片竹林在规划红线内，属于合理开发范围。生生，你不是最在意这些传统文化和生态吗？你放心，我们的开发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只是必要的改造还是要做的。季青瓷，你躲在这山沟沟里，就是陪他玩这种过家家的游戏。程总动作够快啊，看来有些人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批文可以申请复议，项目可以重新论证。生生，
这事关重大投资。我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大家先别急，批文不等于最终执行，我们还有时间。别着急。好。季青瓷，我们单独谈谈。不必。好，既如此，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季青瓷跟我订婚，江氏会立刻注资稳定季氏股价，摆平季氏董事会。这个云溪村的小打小闹，你爱怎么玩随你。这是你重回继承人地位最快也是唯一的路。我拒绝。我的婚事从来不是交易，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以后也不会是。他不会跟你订婚，我也会留在这里，陪他一起面对。陪他？苏医生，你凭什么站在他身边？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季家的私生子。他用了12年，像条狗一样在季家拼命，才爬到今天的位置。现在，就因为你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他要放弃一切，陪你在这种地方玩泥巴。季青瓷，你好好想想，你是要回到季氏继承人位置，还是想回到以前那种被人瞧不起，连母亲医药费都付不起的苦日子？江雨薇，你看不起他为生存挣扎的过去，可正是那段过去，让他懂得珍惜，懂得脚踏实地，懂得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你看不起云溪村，看不起这里的人，可正是这里，让他找回了身为人而不是赚钱机器的温度。你口中高高在上的继承人位置，如果要用出卖感情、违背良心、伤害这片土地和这些质朴的人来换取，那不要也罢。好，很好。程总，看来季总是打算一条道走到黑了。确实遗憾，不过云溪度假区项目，我们程氏是势在必得。江小姐，看来我们两家的合作会更愉快。季青瓷，苏一生，看看是你们那点理想主义厉害，还是资本和批文厉害？珊珊，很快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光有理想和热血是改变不了现实的。开工！谁让你们砍的？这是我们村的命根子。我们有正规批文和施工许可，阻拦施工是违法的。退下！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季总、苏记者，开发是大势所趋，是不是大势所趋，不是由一份可能存在问题批文决定的。我们已经联合村民，正视理向提项目审批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程序瑕疵和未充分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问题。那又如何？程序可以补，评估可以做，但时间站在我这边。等你们走完所有程序，这里已经变了样。生生，我们非要走到这一步吗？你知道，我做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项目。我一直记得大学时的你，单纯、执着，眼里有光。我现在做的是想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像云溪这样的地方能被更多人看到，也能有更好的发展。这和我们当年的理想并不冲突。回到我身边来，我们一起做这件事，好吗？比起季青瓷能给你不确定的未来，我能给你更多实质的帮助，包括你奶奶最好的医疗。程彦白，你错了。大学时的程彦白，会为了一只受伤的小鸟跑去求助，
会为了一个不公的课题分数据理力争。现在的你，眼里只有算计和征服。你口口声声说发展，却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你的帮助，我要不起。我的未来，也不需要你来定义。好，既然你们执意要挡路，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施工继续，谁敢阻拦，按妨碍公务处理。乡亲们，他们虽然有批文，但在行政复议结果出来前，强行施工并不完全合法。我们已经请了律师，也联系了也愿意关注此事的媒体。现在，保护我们的家园需要大家团结，需要大家团结。我们云溪村的人不是好欺负的，都给我站过来！程总，现场有记者在直播，舆论对我们很不利。市里刚来电话，要求暂缓，等复议结果。这是个违法的，同仁村里人提醒的，社会都没有处理。停工，今天先到这里。但批文在手，项目合法合规，暂停不代表终止。希望你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我们真的能赢吗？只要还没输，就有机会赢。原来这么硝烟好一个嘛？您是说原来的河道在这里？根据县志记载，后山这片竹江，特别是我们现在争执的核心区，有约定俗成的保护规定。大家看，更重要的是，城市提交的黄评报告存在重大缺陷。首先，他们引用的基础数据与我们在县档案馆查到的该区域历年生态环境监测公报有出入。对，还有我们村民集体签名的反对称制书，以及程彦白在未与村民达成任何补偿协议，甚至未完整公示的情况下就强行施工的证据，已经全部整合成一份厚厚的复议补充材料。今天下午，我们就去市里提交。累吗？比写稿子刺激多了。你呢？董事会那边？随他们去。现在，这里的事最重要。乡亲们，今天
咱们要敬小季和苏记者，是他们帮咱们守住了后山，带来了希望。不管以后怎么样，今晚高兴！好！好久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安心过了。喜欢这里吗？喜欢，喜欢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喜欢这里简单真诚的每一个人，也喜欢在这里看到的不一样的寄青瓷。什么样的寄青瓷？会蹲下来给小鸟包扎，会笨手笨脚学编竹垫，会毫无架子的坐在泥地上跟村民喝酒的季青瓷，比那个坐在置顶层办公室里穿着昂贵西装的季青瓷真实多了，也可爱多了。我以前是不是很糟糕？是，高傲、算计、自以为是，但也是那个季青瓷在雨夜里背我下山，跟我说他害怕失去。人真的很复杂。那现在这个可爱一点的季青瓷，有没有资格请求苏医生小姐再给他一次机会？不是补偿，不是交易，只是正在努力改正的普通人，想认真的重新追求他。季青瓷，你知道吗？在云溪村的这些日子，我好像也重新认识了自己。我不再是那个需要扮演别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苏医生，我在这里就是我自己。我可以坦然地说，我爱这片竹江，关心这里的老人孩子，也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感情。我原谅你了，不是忘记你带来的伤害，而是我选择放下它，也放过我自己。因为我发现，我还是会为你心跳加速。Summer nights, mid-July, when you and I will forever walk the crazy days, city lights, the way you play with me like a child.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young and beautiful?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 got nothing but my aching sou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you will, I know that you will. Will you still... 各位董事，接下来我将通过纪录片向大家展示云溪村生态旅游开发项目的全貌。云溪村的开发不是简单的商业扩张，而是一次共生共赢的尝试。既是没有破坏一寸土地，没有砍掉一棵竹子，而是用专业的规划和资源，激活了乡村的内生动力。目前，已有3家知名旅游集团表达了合作意向，前期预约订单已经排到了3个月后。这项目确实和我们之前想的不一样。没有大规模拆迁，还能带动村民就业，口碑和收益都能兼顾。不仅如此，项目的生态理念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将作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案例推广。同时，我们已与多家投资方达成合作，他们将为项目注入2亿资金，用于后续的产业链延伸，包括竹编文创、有机农产品加工等。这个项目既兼顾了商业效益，又有社会价值，还能提升季氏的品牌形象，是笔好买卖。我同意继续由青瓷负责这个项目，并且支持他扩大项目规模。这个项目你做得很好，既然项目成果显著，我支持你继续担任现有职务，负责后续的项目推进。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要走了。
订了下午的机票，那边有个学术交流项目，要待2年。挺好的。生生，对不起，之前我不该用自己的方式干涉你的生活，还和江雨薇合作，给你带来了那么多麻烦。都过去了。其实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现在很好，季青瓷对我很好。那就好，看到你幸福，我就放心了。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去机场了。保重。聊完了。他已经放下了。放下就好。嗯。对了，江雨薇也回去了。江家那边，我父亲会跟他们解释。你父亲同意我们俩？当然。上车，带你去个地方。生生，我们的开始充满了谎言和试探。我曾经是季家的私生子，是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副总裁。我戴着面具生活了太久，以为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直到遇见你，你让我明白，原来卸下伪装，坦诚相待，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你为了奶奶，独自扛起一切。你善良、坚韧、有才华，你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我在季氏也站稳了脚跟，我终于有底气向你许下一个未来。我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承诺，我只有一颗真心，但我想用余生证明，这次没有谎言。苏云生，你愿意嫁给我？我愿意，季青瓷，我愿意嫁给你。谢谢你，生生，谢谢你愿意相信我，愿意给我一个家。这场始于谎言的相遇，终于在坦诚与爱意中走向了圆满的结局。我爱你。